匕首是一种小型的双刃武器，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兵器，通常用于突袭或近战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，在不同文明中都有使用。在古代埃及，匕首被视为一种神圣的武器，常常用来装饰墓地和神庙。古希腊人也使用匕首，他们将匕首视为一种小型的剑，常常用来进行突袭或近战。而在古代罗马，匕首也很常见，被用来进行突袭或近战，也可以作为军队的标志。匕首的形状和大小在不同的文明中有所不同，但它们都是用于近战或突袭的武器。匕首在格斗中是一种有效的武器，因为它具有较短的刀刃和较小的体积，方便携带，易于隐藏，使它能够快速攻击敌人的弱点。匕首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和精确性，它的小体积使它能够在身体紧凑的空间内移动，并且可以快速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。此外，匕首还具有高度的精确度，使得它可以精确地击中敌人的脆弱部位，一击而中。在格斗中使用匕首需要训练和熟练技巧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训练，使用匕首可能会导致自己受伤。因此，在使用匕首之前，都要经过大量的实战模拟训练才行。匕首在战争中的角色是一种近战武器，常用于突袭或近战。它的小型体积使它可以灵活地在战场上移动，携带起来也很方便，并且它还能配合多种器械一起使用，达到突袭的特殊效果。匕首也可以用作战争的象征，如古代罗马将它作为军队的标志之一。匕首也常常用作士兵的军队装备，因为它们容易携带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。然而，匕首并不是所有场景都很好用，它也有一些局限性。它的刀刃较短，因此不太适合远距离攻击。此外，匕首的刀刃通常没有剑锋那么锋利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砍伤敌人。因此，匕首并不是所有战争中的主要武器，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近战武器，尤其是在突袭或近战时。全世界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匕首，但也都大同小异。在中国古代，匕首又被叫为短刀、叉子、小剑等，材料上也从远古时期的石质匕首逐渐发展为青铜、钢制等。但无论什么材料、什么大小、什么风格，基本都是用作近战突袭使用。我们熟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，就是用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之中，趁秦始皇不注意对他进行攻击的。可见匕首虽然适合偷袭突击，但距离拉开之后，它的劣势便显示出来了。匕首的威力取决于多种因素，包括匕首的刀刃长度、刀刃的锋利程度、使用者的熟练程度以及攻击的方式等。脱离开这些有利条件，就没有它的用武之地了。匕首较于其他武器还是有很多优势的，比如说它小巧的体积可以方便任何人携带，无论是单兵作战还是集体出击，带上一把锋利的匕首都不会成为负担。匕首使用起来灵活多变，可以很轻松隐蔽地给对方以突然攻击，让对方防不胜防。相比于其他武器，匕首操作相对简单，容易上手，除了格斗中可以使用，生活中的探险、露营、户外跋涉，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。而它的生产和制作成本也比刀剑这些兵器要低廉很多。匕首是一种小型的双刃武器，虽然它有许多优势，但也有一些劣势，严重地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。一、威力较低。匕首的刀刃通常较短，利弊也就相对变小，所以用同等力气挥砍下来，刀剑的杀伤力就要比匕首强得多，所以从劈砍的破坏性上来看，它没有一点优势。二、射程短。匕首的射程短，只能用于近战或突袭，无法进行远程攻击。只要脚下步伐够快够灵活，就可以有效地克制匕首的杀伤力。三、使用者的熟练程度较高。使用匕首需要训练和熟练技巧，如果使用者没有足够的训练和实战对抗，在现实格斗中很难发挥出匕首的真正实力。而一旦匕首被对方反夺过去，那么你的危险系数反而会更高了。如果遇到坏人拿匕首，最好的做法是尽量避免接近，并立即寻找逃脱的机会。如果无法逃脱，应尽量保护自己，千万不要试图去抓住对方的持械手，这样被刺伤划伤的几率更大。
千万不要试图抓住对方的持械手，这属于点对点的攻击，对准确度要求极高，成功率却很低，很容易因为抓不到而被划伤。如果坏人拿着匕首向你攻击，应该尽量保持身体平衡，观察坏人的动向，并使用身体的盾牌，如大点的书包、带靠背的椅子保护自己。如果有机会，可以直接用椅子或长的棍子直接推向敌人的面部，给对方造成疼痛无法还击后，立即逃离危险现场。匕首的威力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。坏人一旦手持匕首，他的战斗力会直接提升好几个档次，心理上也会更加自信。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加持下，出手自然就会更危险。所以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，千万不要妄想空手夺白刃，能快速跑开就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使用匕首需要训练和熟练技巧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训练，可能会导致自己受伤。因此在使用匕首之前，应该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接受适当的训练。在很多国家，匕首属于管制刀具，自然是不能随身携带，但是可以托刀维权。化兵器于物品依然可以发挥很大威力，比如利用矿泉水瓶的瓶盖处、眉笔、战术手电等，可以使用匕首刺、出、扎的技法，打击敌人裸露的骨骼处，防身效果也是很有效的。